我是瓜皮儿，闪电侠第3季上期回顾。白瑞遇到了比自己还快的男人萨维塔，沃利也成为了极速者，而朱莉安就是一直在搞事情的炼金术师。事情要从4年前说起，自那4年后，朱莉安都以炼金术师的身份做着坏事儿。白瑞这边已经知道萨维塔的名字源于印度的速度之神，他们发现一篇论文，炼金术师手上的很像，而这篇论文的作者就是朱莉安。白瑞找到朱莉安，想要得到更多的答案。朱莉安说，这枚魔法石遗失了很多年，但他告诉白瑞自己从未找到过，一下子把朱莉安拉回了现实。他劝白瑞不要过度研究萨维塔，萨维塔是世界上第一个极速者。说完，彻底轰走了白瑞。地球3，杰正在抓捕魔术师，白瑞赶来收拾了魔术师后，另一边HR 正在严格训练着沃利，沃利的速度已经比白瑞都快了。白瑞太难了，我太难了。老铁，最近我压力很大。HR 强烈要求保密这件事儿，让乔知道了，两人都没有好果子吃。萨维塔的文章，杰希望白瑞放慢脚步，因为这是他们的圣诞节。一不注意出卖了 HR 的魔鬼训练，他们打算把这件事儿先放一放。白瑞和杰一起赶了过去，萨维塔的出现让计划被打乱。杰依靠肉体给白瑞拖延时间，白瑞必须尽快拿到魔法石。萨维塔不出意外吊打了杰，他的速度不可能有极速者追得上。就在萨维塔即将下杀手的时候，白瑞将魔法石第一次断片，死去的妹妹一直在引导他找到魔法石，不过是萨维塔操控的人偶而已。希斯科让朱莉安和魔法石的意识相连，萨维塔对在场所有人都非常熟悉。他还表示，你们当中会有一个人死掉，会有一个人背叛，会有一个人生不如死。白瑞也租下了一间公寓，和艾瑞斯陷入了没羞没臊的同居生活，但这只是白瑞逃避现实的借口。萨维塔杀死艾瑞斯的场景历历在目，白瑞在实战里教导沃利技巧。2个闪电侠的出现让城市的和平更加稳定，沃利也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帮助其他人了。萨维塔消失之后，所有人也可以安心规划其他的事情。HR 第一件事就是打算让星辰实验室重见光明，他找来了投资，重建了实验室。在地球19里 ，HR 可是响当当的公众人物，粉丝数都数不过来。凯瑟琳独自一人找到了警局的朱莉安，他想让朱莉安帮忙消除自己的超能力，因为冰霜杀手的人格越来越不受控制了。一名叫做掠夺的罪犯正在抢劫珠宝店，白瑞赶过去后却迟迟没有下手，因为艾瑞斯被杀害的当天就是掠夺被抓。白瑞的分心也导致自己被偷袭，掠夺者的名字正是 HR 给他命名的。事情正在一步一步向着未来靠近，白瑞的心理压力变得更大，他主动拒绝了沃利参与行动，目的就是为了不让掠夺者被抓住，这也让他和沃利产生了误会。朱莉安开始着手帮助凯瑟琳，他们2个人都是被命运捉弄的人，也有了许多共同话题。白瑞这边偷偷找到了 HR 曾经写过一部关于时间旅行的小说，关于一个人穿越时空阻止自己被杀害的故事。这部小说卖得特别好，白瑞想借此得到一些灵感。读者们偏向于2种结局，一拨人表示未来不是固定的，可以靠自己改变，另一拨人觉得不管怎么努力，未来都是注定的。HR 倾向于后者，这让白瑞更加绝望。掠夺者再次开始抢劫珠宝，白瑞赶了过去，掠夺者的子弹有跟踪效果。摆脱了子弹后，白瑞开始犹豫该不该抓他，一分神差点被子弹击中。沃利赶来后，3下5除2就把掠夺者给绑了起来。闪电小子一举成名，白瑞对沃利的出手特别生气，他不知道这会不会影响到艾瑞斯的生死。沃利费力不讨好，还被白瑞臭骂了一顿。星辰实验室第1天开放就达成了无人参观的成就。希斯科一开始就不同意 HR， 现在更加坚定实验室不能见光。好在朱莉安成为了第1个游客，在凯瑟琳的邀请下加入了闪电侠小队。大家都走后，白瑞把艾瑞斯带到了密室，看着未来的报道，白瑞把未来的事情告诉了艾瑞斯。萨维塔早就说过会有人注定死亡，艾瑞斯的死似乎已成定局，更难接受的人是他自己，靠他们2个人根本不可能改变未来，这件事情必须告诉所有人，除了乔。沃利和 HR 都认为乔有权利知道，坦白所有事后也化解了和沃利的误会。HR 说出了自己的看法，他认为时间线就像是多米诺，一环扣一环，如果非要改变未来，就必须改变其中最关键的一环，这需要知道未来将发生的所有事儿。希斯科带着白瑞震波到了未来，在新闻报道上他们得到了几个关键信息：闪电侠在博物馆抓住了掠夺者，冰霜杀手依旧逍遥法外，星辰实验室彻底倒闭，成群的大猩猩袭击城市。而白瑞发现这次的未来和之前相比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这次的现场 HR 也参与了进来。白瑞坦白之后，未来已经发生了改变，多米诺的效应也许真的可以改变未来。此时沃利带来了一个坏消息，掠夺者越狱了。在未来的报道上，白瑞知道自己会在博物馆抓住掠夺者，不过这次白瑞打算让沃利去抓他，这是改变未来的第一步。为了救姐姐，沃利全速冲刺，闪电小子的粉丝因此大涨，迈出了第一步。白瑞有信心改变未来。实验室这边在希斯科的帮助下成功开放，迎来了无数的科技爱好者。事情开始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朱莉安帮忙研制出了一个项链，可以代替耗电巨大的意志手铐。大家举杯庆祝时，另一个拥有多元能力的超人类来到了地球1。
HR 照常记录着自己的小说，在小说里自己就是主宰，大家正在解决着城市里的混乱。这也是朱莉安加入后的第一个任务。闪电兄弟2人把罪犯安排得妥妥的，闪电小子的粉丝也逐渐赶超了闪电侠。作为老大哥，白瑞高兴得不得了。希斯科用乐高还原了萨维塔刺杀事件的现场。如果白瑞想要在萨维塔出手之前阻止他，就必须要比自己巅峰速度还要快。朱莉安精确计算了白瑞曾经的数据，得出结论，压根儿不可能。此时传送来地球仪的吉普赛通过硬币震波到了 HR， 还打伤了2名警卫。白瑞在案发现场看不到任何凶器，通过监控，希斯科才发现这个新罪犯和自己拥有同样的能力。而吉普赛此时已经来到了实验室。HR 对他再熟悉不过了，这个人是多元宇宙的回收者，专门抓捕违法穿越平行宇宙的人。希斯科对他一见钟情，刚见面就想和他约会。希斯科远不是吉普赛的对手，就连沃利也在他面前都吃了瘪。吉普赛的目的很简单，把 HR 带回去，然后处死就完事儿了。他给 HR 1个小时善后， HR 微笑面对死亡，已经开始打包行李，计划着买棺材了。但是未来对抗萨维塔的 HR 也在场，说明白瑞他们打败了吉普赛，白瑞和希斯科绝对不会让自己的朋友回去被处以死刑。希斯科主动站了出来，他要挑战吉普赛对 HR 的控制权，他们拥有同样的能力，而且根据地球19的法律，希斯科有权申请决斗，失败者将会被当场处死。按照惯例，吉普赛给了希斯科24小时准备，装完逼希斯科就后悔了，他怀疑自己是在送上人头，就连 HR 都赌吉普赛赢。朱莉安直接安排凯瑟琳这个唯一的医生给希斯科准备后事。为了唯一一个没有干过坏事的威尔斯，希斯科决定拼一拼。24小时内，希斯科必须临阵磨枪，但是效果一般。HR 已经看不下去了，他和白瑞偷摸着商量，提前摆平吉普赛。2个人引出了吉普赛，白瑞还没出手就被吉普赛给打败了。吉普赛一怒之下直接把 HR 活捉了。事情走到了这种地步，只能依靠希斯科一个人。他不知道白瑞是如何承受这般压力的。闪电侠经历的一切远比希斯科要艰难。白瑞说自己也曾害怕过，但是有你们陪着，我才扛了过来。朱莉安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他反复观察吉普赛的操作。朱莉安发现吉普赛在开启传送门时双脚会离地，希斯科只要抓住这一瞬间的重心不稳，就可以打败他。另一边，艾瑞斯因为知道了自己的未来，所以想要多做善事，还把沃利拉下了水。2个人指导了军火商的老巢，艾瑞斯还差点原地去世。这件事让乔暴怒，警方辛苦布下的埋伏就这么被2个人给搅和了。虽然抓住了龙头，但是姐弟俩以身犯险本来就是错误的事儿。沃利果断把艾瑞斯差点去世的事告诉了乔。白瑞打了个圆场，艾瑞斯害怕自己死的毫无价值，所以想要多做一些正确的事。这边还没解决完，24小时期限就到了。希斯科全副武装来到了约架地点，吉普赛不多逼逼，直接开打，拉着希斯科在多元宇宙里边旅游了一圈，一会儿来到了地球2，一会儿又跑到了女超人的宇宙。2个人越打就越暧昧。希斯科抓住了吉普赛失去重心的一瞬间，打倒了他，但希斯科并没有处死他。朱莉安安慰大家说，也许是吉普赛今天状态不好吧。白瑞和凯瑟琳的笑容都凝固了。赢了吉普赛之后，希斯科还不忘暗示他自己是单身。虽然 HR 捡回了一条命，但是根据法律，吉普赛必须回去告诉所有人 HR 已经死了，这就意味着 HR 再也不能回到地球19，地球1将是他唯一的家。希斯科深深爱上了这个女人，吉普赛的欲擒故纵让他按耐不住自己闷骚的心。也许曾经有过欺骗，有过背叛，但是威尔斯的存在对希斯科有着更大的意义。HR 感谢朋友们的出手相助，他也表示自己会在危急时刻替朋友挺身而出。晚上，白瑞偷摸地训练着沃利。白瑞认为沃利才是拯救艾瑞斯的关键，闪电小子才有实力打败萨维塔。我是瓜皮儿，我们下期见。